见面了，真的。哎，去年我上完节目过后，应该很多朋友认识我了吧？有认识的吗？有吗？认识。去年确实一整年，我也在线下巡演我自己的专场，也演了很多场。说实话，这个工作越来越忙，我现在身体跟不上了，我痛经。哎，我也是会来月经的啊。真的，我把你们当自己人才说的。其实我每次来月经，我从第一天我就开始痛。那种痛可能很多男生不太能懂哈，就是你上学的时候，几个人端着你的腿去撞树，就连撞7天啊。我上一次来上海，我出差也是在虹桥机场，那天突然我在机场走着，突然就来月经了，一下把我痛的就晕倒在地上。当时来了3个男的抬我，没抬起来，抬不起来，顺手就把我放在地上了。旁边围过来好多人就在问，他说怎么了？我躺在地上很虚弱，我说痛经。旁边人说小伙子痛得都神志不清了吧？哎，我又补了一句，我说女的。旁边人说都什么时候了，怎么还在想女的？本来我是一个很能忍的人，真的。有的时候我就想着，我说忍一忍就过了，大不了我就忍到绝经那天嘛。但我除了痛经啊，我还月经不调。可能很多男生又不太能懂哈，就是你上学上得好好的，突然有几个人他端着书就来撞你。我的月经就是这个样子，真的。来的时候也不说一声，到点儿了他又不走，在的时候我浑身都不舒服。我的感觉这个东西不应该叫大姨妈，应该叫领导。哎，你们应该都有领导吧？大家都有领导哈。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坐在位置上在那想说忍一忍就过了，大不了我就忍到退休那天嘛。你掐指一算，你说哎退休那天刚好就是绝经那天。而且我觉得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就是那些退了休又绝了经的女人。但现在应该没有这样的女人了哈。现在虽然绝经提前了，但是退休延后了啊。这个月经不调，我不知道你们谁不调哈，我要调。我还是找了一些小诊所去看的，前后起码找了8个医生给我调，调完了他们说我月经不调。有的时候把那个医生都调烦了，给我抓了药，他开始这个药也来点儿，那个药也来点儿，到最后他都问我，他说这个你来点儿不来点儿？我说我是来医院抓药的，我又不是上食堂打饭的，我真的。上一次我在虹桥机场把我痛晕了过后，我就回成都，我说下定决心我去大医院挂个专家号，好好看一下我这个妇科。那天我老早就去了，一到诊室，医生问了一些基本问题，他就给我提了个要求，他说你能不能把你衣服撩起来，我检查一下你的胸。我怎么好意思嘛，我胸又长得不好看。我虽然没有身材，但是我有身材焦虑哈。他长得像一个8字。好了，你们也不要盯着看了。而且那段时间本来就因为月经不调，我的8字还挺硬的。哎，医生接着问我，他说你确定你自己是 XX 还是 XY 吗？我说我是 XL。你问的是你的染色体。妈呀，染色体好陌生的词啊。我说我的应该是染的还可以哦。医生也很难为情，他就问我，他说哎呀你不要误会，我是观察你长了一圈小胡子，你声音有点像个男的，我怀疑你体内有2套系统。妈呀，当时把我吓坏了，我说什么意思？一套安卓一套 iOS。而且本来上医院想检查一下月经来不来的事儿，那天变成月经该不该来的事儿呢。
我当时月经一下就不痛了，我头有点痛了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医生就让我赶紧去做一个全面的妇科检查，我就去了。说实话，做检查的过程当中，我心里还是很纠结的。我都在想，要是我检查出来我体内真的有男性系统，我怎么办？我的朋友们怎么面对我？我出走半生，归来竟是少年。我想了一圈，我觉得这个事情，世界上最开心的人应该是我爸爸。我爸爸太想要个儿子了，但他这辈子只生下了我和我妹妹。不过我觉得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跟他说，他应该都会很开心的，哪怕他去世那天。我就站在他面前，把我的检查报告拿出来，我说：“爸爸，其实我不是你的小棉袄，我是一个假两件。”我爸爸绝对躺在床上在那儿瞑目啦。等一下，顺便把你妹妹送去再检查一下。爸爸能等。但我这个检查很快就做完了，我赶紧拿着报告单回到医生的诊室，一路我都很紧张，我也需要一个结果，我就站在门口悄悄问医生女儿女不女，很像站在产房门口，真的，别的话都别说了，就告诉我是男孩还是女孩吧。医生说：“恭喜啊，女孩，全女孩，158斤的大胖丫头。”朋友们，我活了快30岁了，真的。那天我才感觉自己是一个被官方认证的女人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段子你们也别闲着，播出那天你们就给我把消息往外散哈。逢人就说王月纯女的啊。那赶紧给我看看我月经不调的事儿吧。医生给我总结了一下，看了你的报告单啊，我们就发现其实是因为你体内雄性激素过旺，说白了有点超雄，你知道吗？你雌性激素太少了。不过你这个情况没问题呢，你慢慢的。找个男的，生个孩子，激素就稳定了。我说激素稳定有什么用？老子人生都不稳定了。再说了，我是来医院看病的，我又不是来求子的。你让我这个样子，我上哪里去给你找个男的？我一想，我说，哎，虹桥机场那儿3个男的。还挺有责任心的啊，但我后来在想，居然在那一刻，我真的在考虑，要不然就听医生的吧，我找个男的当个药引子。但我觉得我这样不对，这样不对啊！大家都说不要物化女性，我居然在那儿要物化男性，你知道？我就问医生，我说其他真的没办法了吗？医生说实在没办法的话，我当时就知道他有办法。要不然就给你开点补充雌性激素的药吧。我说啊，这难道不应该是第一个办法吗？那个药我买了，就几10块钱一瓶，我现在也在按时吃。说实话，月经已经好多了，而且它调整那个雌性激素嘛，补充上来了。现在有的时候在家里开始偷偷穿裙子了，你知道？所以啊，朋友们，真的，关于医学、婚姻、男人、痛经。我觉得咱们能花几10块钱解决的问题，真的没必要花自己几10年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王悦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悦。哎，没想到吧，一个女演员后面接了一个看起来不像女演员的女演员哈。我小的时候是一个留守儿童啊。你看我每次讲到这儿，没有一个人信。有的人问我说：“是把你留在食堂里面了吗？”是。我小的时候是我奶奶一个人带大的，我奶奶又是一个特别要强的女人。小的时候教育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他强任他强，你必须比他强。我小的时候没有这么胖，其实挺瘦的，但我奶奶就觉得太瘦了，你出去容易被人欺负，她就带着我去一个中医那儿买一种开胃的药丸。医生说吃半斤就够了，我奶奶太要强了，她说不行，她至少都要吃3斤。我说奶奶，我吃不下3斤。她说哎，这个药丸不是开胃的吗？咱们先吃半斤，你开胃，那2斤半不是就吃下去了？我后面就越吃越胖，越吃越胖。我奶奶都着急了，跑到那个中医那儿去问，她说你这儿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药丸，把它给我整回去。而且我小的时候不仅发胖啊，脾气也挺急躁的，有的时候晚上写作业，写着把那个作业本全部划烂。
我奶奶为了纠正我，让我变得更平静，就在我们家的客厅上贴了一句名人名言，就是急躁引起高血压、心脏病，损伤脑神经，发疯发癫，横杠刘世清。你们也不认识这个人吧？这是我奶奶的名字。而且她要求我每天起床过后，在客厅里面大声朗读20遍这句话。我前面其实读的挺平静的，我在那儿急躁引起高血压、心脏病，读到15遍过后，我越读越急躁。我在客厅里面急躁，我奶奶在旁边，对了，平静。有的时候你喊完吧，你不仅有点高血压了，你甚至有点低血糖了，你知道吧？而且我奶奶那个时候就从我幼儿园啊，她就觉得一个强者就应该多才多艺，她让我去学小提琴。我那个时候年龄太小了，手又比较短，捏不到前面那个琴弦。每天早上，我奶奶负责帮我把琴头提起来，我就用我的下巴和锁骨夹住琴，然后拉琴。那会儿还有锁骨啊。我一度以为小提琴就是别人负责小提，我负责琴。就到了1年级啊，他让我去学民族舞，因为有一天啊，他给我洗澡，他发现我屁股还挺翘的，腰就一定好。这2个事情根本就没有关系。而且最开始老师是不想收我的，我奶奶带着我去拜访了3次，每次去的路上就给我打招呼，她说你一会儿到了，你就给老师哭，你就说跳舞是你的梦想。我到了第3次，我真的哭不出来了，我奶奶哭了，她说其实跳舞是我们2个人的梦想。我真的不适合跳舞。我们那个时候考级，所有的小朋友都要穿同样的衣服。老师给我发的裙子，我拿到手上，扣子在这儿，扣眼在这儿，完全就扣不到一起。我奶奶连夜把家里面的窗帘扯下来，给我缝了一溜，可以说是天衣无缝。第2天早上啊，我醒得特别早，没有窗帘就是晒啊。考级当天，我真的穿着那个裙子，我大气都不敢出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怕我跳着跳着，突然那个裙子就崩开了。你说真的崩开了怎么办？老师跟我说什么？老师只能说把你窗帘给我拉上。后来考过8级过后啊，我实在就考不上去了，因为越来越发胖嘛，就这个样子了。我奶奶还是要坚持鼓励我跳舞，每天早上6点钟就让我起来练习下腰。我有的时候真的一下下去过后，我的头穿过我2条腿，刚好能看见我们家墙上贴的名人名言，只能看到4个字：发疯发癫。我们班的小朋友都围过来看，快来看，快来看，王月下的这个腰啊，像不像我们小学课本里面学的赵州桥？哎，我前段时间去河北出差啊，我真的亲眼看到了那座赵州桥，我一下就特别想我奶奶，真的。虽然她现在还活着。我奶奶还比较与时俱进，她知道我讲单口，经常会在朋友圈里面发我专场的演出信息，我的海报，当我的站奶。知道我今天要来上海参加比赛，一大早给我打了个电话，他说你就好好的去比赛，安安心心的，奶奶哪怕在天上都会保佑你的。我说奶奶你在说什么呀？他说其实奶奶买了早上最早的一班飞机，来你的现场给你加油。所以今天你们也不用找了，他不在，他不知道要提前报名回去了。我刚才看了时间点啊，这个时间他刚好又在天上保佑我啦，谢谢大家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悦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个女演员啊，看得出来吗？大家？谢谢，我也是个中专生啊，是。怎么这个你们就看出来了是吧？哎，我当年中专毕业的时候，真的在成都很难找个工作，你知道吧？那年我刚好18岁，包里面只有500块钱，就是饭也吃不上，住的地方也没有。
最紧急的事情就是立马要找一个工作。我刚好那天走到路上，有个人就来拍我的肩膀，他说：“嘿，帅哥，你找不找工作？我们这里388好工作包找到。”朋友们，你们看得出来我脑子是没有问题的啊。他当时说完过后，我直接给他交了400。但真的交了钱就很有用，你知道吧？我上午交的钱，下午就通知我晚上去加班去了。我们是一帮人去的，在一个写字楼里面。哎，去了过后，主管就给我分了一个小组，他说这个小组的名字叫恋爱 ING， 是一个线上恋爱体验小组。我说哦，那我要体验体验。然后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号，他说从现在开始你就不是你自己了，你是大甜甜。朋友们，你们也看得出来，我跟这3个字啊，只有大跟我有关系。然后工作内容也很简单，就是负责跟这个微信号上面50个男的谈恋爱。50个男的呀，哈哈。我当时脑子里面只有2个字：show time。非诚勿扰一期才24个，我等于去非诚勿扰上面一站到底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那个时候虽然文化不高啊，但我也觉得这个事情有点没对。你们想嘛，这种行为你放在古代，那都是要进猪笼的。那我们主管跟我说，哎，我们这个工作包吃包住啊。我一想，我不进猪笼，谁进猪笼？我就开始上班了。其实很简单，只需要跟这个微信上面不同年龄、不同性格的男的聊天就可以了。我早上去了，到公司一打完卡，坐到电脑面前，我就开始复制粘贴。哥哥早上好，哥哥早上好，叔叔早上好，阿公早上好。日复一日，哥哥早上好，哥哥早上好，叔叔早上好，阿公不在了。我那段时间甚至啊，我都已经掌握了如何跟男人相处。很简单，就是不管他们干什么，你只要夸他就可以了。哎，我有个哥哥特别爱给我发自拍啊，简单来说就是他自己的躯干。发完了过后，他还给我附上一行字，他说怎么样，帅吧？瞎系男友。我都要回答，我说哥哥好帅啊，哥哥好生动啊，给你拍照的该不会是齐白石吧？但那段时间上班上的，我都有点分不清我自己到底是我自己还是大甜甜了。怎么说，就早上啊挤地铁去公司的路上，要是有男的碰我一下，我都在想，男人碰到我你跑不掉啦。但其实直到1个月过后啊，我们主管就把我调到另外一个部门了。他说这是一个线上算命体验组，让我用同一套话术给不同的人看手相，别人发手背的也让我一块看了。最关键的是对面的人还觉得我算得很准，他非要给我转400块钱让我帮他看一下事业。什么意思啊，朋友们？我越想越不对，我看了那个消息，我都想到我为了找工作交的那400，我被别人诈骗到诈骗公司来诈骗别人。我一想大甜甜号一定有问题，我就开始满公司找这个账号，果然把他揪出来了。他已经在跟我49个哥哥说什么，你们肯定听过。我从小跟爷爷一块生活，我们家里有一片茶山。好啊，我在前面情投意合，他们在后面今天买2盒送1盒。朋友们千万不要网恋买茶，不如就喝统一无糖春福绿茶。恋爱应该微微发酵，喝茶应该缓缓生香，不是每一种茶都是这样的好茶。我转头一想，我的哥哥们，危险危险危险！不行，我的男人我来守护。我就开始尝试给他们所有的人解释这是一个骗局，但没有人相信我。我说那你们可以不信我，你们应该不会不信命吧？我决定用诈骗打败诈骗，老子直接用张大师的号加他们所有人，我就给他们看手相，凡是发了图过来的，我就会回他，我说看了您的感情线，最近情路坎坷吧，小心人财两空啊，尽快远离身边名字里面带叠词的，尤其是以 ABB 格式出现的女人。那边回我，大师说的该不会是高圆圆吧？但
好在他们一边在删大甜甜的微信啊，我也就准备离开这个公司了。我走之前，我做了最后一个事儿，我用张大师的号发了一条朋友圈，我说朋友们，我要去结婚去了，下面配了一张大甜甜的图片，我要让我的所有哥哥们彻底死心。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真实经历啊，就今天也分享给大家。我自己总结了一下，谨防网上诈骗，一定小心网恋。如果非要网恋，想想我是甜甜。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岳。哎，我是一个来自成都的女演员啊，美不美？美。谢谢谢谢。其实我在生活里面有很多困扰啊，在我们那边。在路上遇到人打招呼，一般就会叫帅哥或者美女。我长成这个样子，每次路上不管别人叫啥，我总会下意识的回头。我说爷，都在叫我。那后来就有观众说啊，他说哎，我其实觉得怎么叫你都不合适，最合适的就是叫你一声老师。我说哦，你该不会是想尊重我吧？但我第一次在台上听到的时候还是很开心。我说哦，什么老师啊？他说韩红老师。在工作里面也是啊，我前段时间去参加了一个3天2晚封闭式的培训。我当时进酒店的时候，我就发现给我安排同住标间的是一个姐姐，她还带上了她3岁的儿子。我刚推门进去，小朋友就拉着我的衣服在那儿，哥哥哥哥。我习惯了，我工作里面跟我见了4、5次的客户，他管我叫王哥。但小朋友的妈妈一听就不得了了，立马就站出来纠正他，义正言辞的，瑶儿。他不是哥哥，他是个姐姐。小朋友才3岁，他的人生根本就经历不出这么大的变故啊！立马就哭了。妈妈一着急，赶紧就改口了：“哎呀，你不准哭了，他就是个哥哥。”朋友们，小朋友不哭了，我有点想哭了。我感觉我这个人的性别吧，是男是女，我自己说了不算。要根据当时的人情世故来看，就感觉我这个人吧，性别还挺随和的。这个事情到了晚上，他的爸爸给他的妈妈开视频。朋友们，那个拥挤的房间里面，我紧张的大气都不敢出，你知道吗？那边就在问瑶儿好不好耍？小朋友好耍好耍，还有个哥哥跟妈妈一起耍。小朋友说完过后，电话那头跟电话这头都沉默了。那个姐姐甚至有点病急乱投医了，她把手机摸出来往我这边转。她说：“你要不然在视频里面跟我老公打个招呼解释一下。”我说：“会不会更说不清了？”但其实他把手机往我这边转的时候，我已经就是把声音调整成夹子音了。没想到视频一转过来，那边说：“哎呀，是你呀，王哥。”哎，其实我在生活里面经常都会被别人认成男孩子啊，我自己不介意这个事情，因为我从小就是个假小子，性格也比较独立要强。因为我爸爸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嘛。哦，你们也不用这么沉重啊，也不是你们搞的。我那个时候就不想一个人跟着我爸，我就会偷偷的跑到公用电话亭去给我妈妈打电话。电话一接通，她在电话那头哭了整整1分钟。我本来想着等你哭完了我再安慰你嘛，结果那个公用电话5毛钱1分钟，我只有5毛钱。我一句话都没有说上，我妈在电话那头给我哭完了。这个事情过后有了前车之鉴，我又存了5毛钱去给她打电话。一接起来我说：“妈，我知道你很想哭，但你先别哭，我现在过得挺好的，你不用担心我。”我妈说：“哎呀，你怎么这么懂事啊？又哭了1分钟。”而且我们两个那时候很少见面。有一次我去陪她玩嘛，就快开学了，我妈把我送到那个火车站，坐车回我爸那边。我当时在进站的路上，远远的我就看见我妈在那个广场上，2个手扶着那个栅栏，一边哭一边跟我挥手。我当时心里其实很难受，但是我一想，铿锵玫瑰绝不回头。但是我后来还是实在没忍住，回头看了他一眼。我一看，2个警察跑过去了，一边一个手把他摁在那个栏杆上，
当时把我吓惨了，我赶紧给我妈打电话，警察接的。我说哎，你们爪子哦？你们咋把我妈抓了呢？警察说她是你妈呀，她的头卡到栏杆里面了。给你照了半天的时候，你头都不得回一下哦。好，今天讲的谢谢大家，王源，谢谢。哎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源。大家好，总决赛了。我第一轮的演出就讲了一个关于痛经的一个段子，大家看了吗？我讲那么多的段子，现在网上很多的人只记得一个事儿，就我讲了我的胸型长得像一个八字。前2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朋友，他发了一个视频，他跟他朋友打麻将，打出去一张8万，喊了一声王月，我都不敢往后拉，我怕桌上有人喊碰。我想直接给他评论，我说这个王月可以胡，但不可以碰哦。其实我刚刚开始发育的时候，我胸就长成这个样子，也不要一直盯着看哈，就是。我妈妈当时给我买了2件调整型内衣给我穿，我当时就是初2、初3的样子，正是一个喜欢打篮球的好年纪，我就会穿着去打。但是那个内衣的钢圈啊，真的梆硬，有的时候穿着穿着它会跑圈，你知道吗？那钢圈一戳出来，真的扎心了，老铁。而且调整型内衣有一个特点，它特别紧。我每次穿上它，我需要调整我自己的呼吸。我穿着内衣在操场上，每次刚刚这么一投篮，那个内衣直接穿上来，卡在我的脖子上，顶到我的下巴。就那场比赛全程甚至都没有人防守我，我被我自己的内衣防得死死的，我都不敢拿着球，不敢投篮，一投篮下巴就被盖2个大帽。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，海绵太厚了。哎，那个海绵厚到你有的时候直接扯出来，可以拿去洗碗。有时候你把它扯出来，它甚至就是一个碗。你这样夺它一下，它半天都弹不回来。打篮球嘛，难免会有一些肢体上的触碰。有一次我打着那个男的突然就给了我一下，立马就给我道歉，他对不起，我犯规了。我说啊，没有吧？我的感觉你没有碰到我。他当时就看着我哕下去了半边胸，半天都没有弹回来，他吓惨了。就围着我一直看，他说你这个，你确定你没得问题哦？你八字都只剩1撇了。当时全操场的男生都围过来看我了，我真的觉得很尴尬，但情急之下我就只有把另外一边也摁下去了。但是这个调整型内衣我穿了1年多就没有穿了哈，因为它确实跟我的八字不合。我妈妈也放弃了，她发现我把每一件调整型内衣都穿成了我自己的形状。我的胸有自己的 slogan， 强者从不抱怨环境，做自己。但我最近因为出差越来越多啊，一次性内裤变成了我现在的生活必需用品。我这个身材真的很难买到大小合适的，其实网上很多商家的我都买过，最大号的我穿着都小，穿吧也穿得上，脱下来得剪开。而且一次性内裤真的太薄了，我就拿着那个内裤看，我直接看到了我的掌纹，我感觉它沾点水能当面膜，这真的是个宝贝哈，拿在手里怕碎了，穿在身上怕化了。一次性内裤你首先是个内裤吧，你要保证你最基本的功能兜底。你有这么透气的材料，你拿去做内衣呀？我感觉我这辈子真不容易，我买个内衣比我八字还硬，买个内裤比我命还薄。今年3月份我去加拿大演出去了，也演到国外去了哈，现在哈。315刚好就爆出来一次性内裤有问题，而且是安全问题，我当时真的天都塌了。你说你小我也认了，你薄我也认了，你跟我说这玩意儿有毒，那臣妾真是错付了。就好像你扛着香火去庙里，山高你也认了，
路缘你也认了，一到庙门口跟你说住持被抓了。专门看了新闻，他说这个东西不卫生不消毒，最重要的就是荧光剂超标。什么意思啊？把我们全部整成萤火虫。我穿这个内裤唯一的好处就是走夜路再也不用害怕了，老子自己就能开远光灯，真的。我当时一下觉得特别沮丧，我都穿过太平洋了，我都没有穿过一条合格的一次性内裤。我当时就看着那一堆漂洋过海带过去的问题内裤，穿吧可能会出问题，不穿吧也没有人知道。那几天我去了路易斯湖，我路过了尼亚加拉瀑布，我甚至站在一个国际的大舞台上，享受着雷鸣般的掌声，但我还是觉得很空虚，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没有底。我妈妈当时看了新闻过后也是爱女心切，一气之下把我在家里面囤的40条一次性内裤全部给我拿去洗了，加工成2次性内裤。她非要说这个东西拿开水烫了就变干净了。我说那些做脏内裤的是因为烧不开水吗？还隔着时差给我发视频，就坐在客厅里面把我一次性内裤一捆一捆的往开水里下，下进去就散开了。我感觉他在烫响铃卷儿。我从加拿大回家那天，我家阳台上甚至多了一道窗帘。我心想也别加拿大了，大家拿，谁愿意拿谁拿。我看了都害怕，我怕邻居举报我们家，说这里才是制造一次性内裤的窝点。但是我最近终于买到合适的一次性内裤了哈，是一个孕妇用品，太好穿了，真的。但我每回都会把包装扔得远远的，我怕别人给我爆出去，说你别看他在台上留个板寸，私底下孩子都有了。就是最开始买的时候不会选尺码，我一点开里面 S 号到9个叉，我不知道我是里面哪个叉。客服给我说你怀到几个月就是几个叉。我先买了个2个叉的不行，又买了个3个叉的也不行，后面我才知道我的宝宝6个月了。但现在商家都懵了，我这个账号买6个叉，足足买了6个月了，这怀的是个哪吒吧是？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？逼得单身做孕妇，逼得月子坐月子。我的要求真的很低，我就想要一件舒服的内衣，一条合格的内裤。你不要把我整得喘不过气又兜不住底的。而且那些做毒内裤的商家，你抓进去过后，日子也别让他们过得太舒服，就给他们穿调整型内衣，钢圈最硬的那种，穿大概3年以上10年以下的，把他们全部都聚拢起来，唱铁圈累。反正他们又不怕累，他们的良心又不会痛。我觉得这个才是调整型内衣最该调整的地方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王悦，谢谢。我是王悦。大家好，我是一个女演员啊，看得出来哈。上节目了，现在百度上都能搜到我了。昨天我妈给我发了个截图，上面写着王悦，喜剧之王单口季选手，性别男。别人上节目是痛失艺名，我痛失性别。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已经长得有这么壮了，所以在学校里面老是被别人当成男孩用。有的时候开学嘛会换教室，把我分配去抬桌子凳子，我一口气抬了40多张啊，把我累的都有点微微出汗了都。我一转头，我看3个男孩去领新书，抬着同一摞书，还要在那儿1、2接。我们整层楼的女生都疯了，全部站在那个走廊里面，快看呐，快看，他们好帅啊，他们抬得好稳啊。我都心想，我说怎么这么轻易就能得到这么多的称赞？当男的好好啊。
哎，别人讲这个可能有点阴阳怪气了，但我是真羡慕啊。哎，我确实我很喜欢我自己，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的。但是我发现很多的人真的很爱研究我，就大家老是在网上讨论什么男性凝视、女性凝视，我觉得我是被男女老少凝视。就每次跟我说话的时候，对面的人就会不自觉的从我的头发看到我的喉结，再看到我的胸膛。就不管我在讲什么，对面的人永远都是短头发，没脖子，而且我每次还要站在那儿等他们研究完我才能走，你知道吗？这很尴尬。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啊，最见过世面的就是卖卫生巾柜台那儿的那个阿姨。哦，我也是会来例假的哈。我每次往那儿一站，她看都不看我，直接过来问我平时量大吗？我说阿姨，你要不要看看我？你没有什么别的疑问吗？她说有，平时量大吗？我觉得在这么一个需要凝视的地方，这个阿姨居然选择了无视我，而我觉得好有安全感啊！我真的很想一直就待在那个柜台里面，但我想了一下，还是要鼓起勇气往外面走一走。我不可能这辈子只买卫生巾吧？我量也没那么大。超市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而且很多人都说小朋友3岁看到老，我3岁你们能看到吗？我妈都看不到。我妈在我3、4岁的时候给我订了一门娃娃亲，就是我们隔壁家的男孩啊，20多年了，我们2家人就各自搬迁，再也没有见过面。前段时间他们一家人突然就去成都旅游了，突然就去我们家拜访了，这个事情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挺突然的。我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个事情的。我下班回去的路上接到我妈急匆匆的电话，她说你下班了吗？赶紧出去躲一躲，千万别回来。我说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她说大3天一家人来了。哦，就是男主。他比我早出生3天啊，我们邻居都管他叫大3天，管我叫小3天。这就是最早的情侣 ID。大3天，多么远古的一个称呼啊！我甚至已经想不起来这个人长什么样子了，但我脑子里面蹦出来一句话：逃跑吧，新娘！我就真的躲了。但我越躲越生气，我觉得当时订这个娃娃亲，明明是2家人一起订的，为什么现在让我一个人来面对这份无法面对？我要让他也无地自容，我就回去了。当我站在我们家门口的时候，其实我心里很紧张，我就一直在问自己怎么办，怎么办？但我很清楚的知道，只要我推开这扇门，问这个问题的就是他们一家人了。但我推开门的一瞬间，我才发现，原来尴尬使人忙碌。我妈噌的就从沙发上弹起来了，开始在家里面扫地。我其实一眼就在人群里面看到大3天了，已经没有我印象里的模样了，干净的寸头，宽厚的肩膀，跟老子长得一模一样。怎么还长出夫妻相了呢？是吧？哦，不是刘仁成啊，不是刘仁成啊。我们俩四目相对，他也很尴尬。他说：“我说，我一转头，我妈扫到厨房里去了。大3天的爸爸也很尴尬，还是我先开口打的招呼。我说：叔叔阿姨好。他爸爸在那儿听这个，好。我们这次来呀，主要是来旅游的。他们那天来的时候提了水果，提了牛奶。”就是没有提这门娃娃亲啊，就我能感觉到他们一家人其实挺传统的，但我那天凭一己之力，我就让他们一家人都意识到，有些传统就是糟粕。但话说回来，他们一家人走了过后，其实我心里还是有点难受的，我就去问我妈妈，我说你为什么下意识的就会让我躲起来？我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吗？是？你在家里面扫的都有静电了。我们俩头发在那儿立着，但我妈给我的回答其实挺戳我的。她说我虽然不想你伤害到别人，但是我更不想别人伤害到你。哦，那一下我就觉得，原来卖卫生巾的阿姨她通过看不见来尊重我。
我妈妈通过躲起来来保护我，但是我更喜欢站在舞台上让大家看见我。什么男女老少宁无所谓，我就站在这儿，大家可以尽情的凝视我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王悦。